这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突然性情大变，开始疯狂地生吞各种鱼类。接着，她的身体也有了诡异的变化，脚趾粘连在了一起，腿部开始蜕皮，腰部长出了鱼鳃。这些变化和其他女孩子青春期的变化显然不同，她开始恐慌，开始害怕，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这个女孩名叫米娅，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着大海发呆。转眼，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女。暑假期间，她跟随父母搬到了一个偏远郊区。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她，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感到无所适从。作为一个插班生，她受到了班里同学的冷落，甚至可以说是孤立。她尽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与彷徨，试图应付这一切。她的父母忙于工作，根本无暇顾及女儿的变化。于是，少女青春期的不安、焦虑、叛逆、家庭问题带来的无归属感，致使她想要尝试成年人的世界。米娅开始变得叛逆，放飞自我。班里的一帮不良少年入了她的眼，尽管其他同学提醒她，那些人是坏孩子，最好离他们远一点，但内心追求自由的她却希望可以融入他们的圈子。于是，趁着课间休息，以借打火机为由，自以为很酷地接近了那伙人。没想到却遭到了他们的无视与嘲笑。心情烦闷的他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屋里。母亲的关心在他的眼里显得格外扎眼。情绪失控的他不仅出言不逊，还失手推倒了母亲。事后他很自责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。每当烦躁的时候，都要喝一些淡盐水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。此后上学的路上，身边总是跟着一只猫。猫咪看着自己的眼神像是看到猎物一样，这让他感到些许害怕。为什么自己对猫咪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一边困惑，一边加快了脚步。课堂上，同学们正在投票，选择郊游的景点。米娅至关重要的一票投给了那些不良少年。这一举动也让她成功加入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小圈子，从此开启了她的野生少年之路。她开始学习化妆，穿着清凉的衣服，跟着影片摇头晃脑地学习性感舞蹈，甚至和那些离经叛道的女孩一起逃课，到商场里偷东西，被人发现后满世界的跑。她们并不缺钱，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寻求刺激。这些女孩子喜欢玩一个掐脖子的游戏，从而来体会那种窒息的快感。为了融入其中，米娅也加入了。在短暂的昏厥中，她感受到自己身处蔚蓝的海底世界，像是溺水了一样在海里挣扎。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让她慌张不已。醒来后便匆匆跑回家，看着鱼缸里的鲸鱼，米娅莫名狂咽口水。趁着四下无人，她急切地捞起鱼缸里的2条鲸鱼，生吞一般塞进了嘴里。一阵狼吞虎咽过后，恢复理智的她突然感到阵阵恶心，趴在马桶上开始呕吐。妈妈以为她生病了，过来询问。她强装镇定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吃那些鱼的时候会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快乐。初潮来后，她很淡定地泡着澡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脚趾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粘连在了一起。这一连串诡异的事情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。就在这时，妈妈突然闯入了自己的房间。米娅还在考虑要不要告诉妈妈，可妈妈并不是来表示关心的，而是来质问她鱼缸里的鲸鱼去哪儿了。米娅只能承认是自己把它们冲进了马桶。听罢，妈妈愤怒地给了她一巴掌。就这样，她感受到了与母亲的疏离，心中的疑惑与恐惧只能独自承受。为了让自己恢复正常，她决定一个人去看医生。然而病质虽然存在，却属于先天性疾病，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治愈。可米娅坚称自己的脚趾并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在初潮后才粘连在一起的。医生听后很震惊，显然像米娅这种突然长到一块去的，就连医生都闻所未闻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医生终于答应给他验血。抽血时，米娅无意中看到医生边打电话边朝着自己看去，以为医生是针对自己，于是慌张地拔掉针头，仓皇而逃。慌乱中，米娅摔了一跤，在绝望和疼痛中，她忍不住哭出了声。米娅开始怀疑自己的脚是不是遗传所致，但是她的父母身体一切正常。她翻出了父母的旧照片，却找不到妈妈怀孕时期的任何照片。而面对米娅的疑问，妈妈总是含糊其辞。心思细腻的米娅开始胡思乱想，她甚至怀疑自己并不是亲生的孩子，而是父母收养的。
小姐妹们早已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，只有自己没有跟上节奏。为了寻求从未体验过的刺激，她盯上了一个长相帅气还聊得来的网友，并主动约对方见面，还跟姐妹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。见面这天，姐妹们都来给她加油助威，在大家的鼓励下，她勇敢地走进了房间。对方是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，举止温文尔雅。第一次见面的两人难掩心中的紧张，场面一度异常尴尬。在米娅看来，只有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，自己才能真正的蜕变，才能融入姐妹们的队伍中。可当男人看到米娅脚踝处的紫色斑点后，停下手询问，米娅一把推开男人，神色慌张地逃了出去。外面等候的姐妹们认为他是个懦夫，是个胆小鬼，不屑与他为伍，转身离开。为了掩饰身体的异样，他买来了消毒液和剪刀，强忍剧痛把脚趾之间的肉深深剪开，为自己做了并指手术，还在腿上涂了厚厚的遮瑕膏，用来遮挡莫名出现的紫色斑点。随后他来到男生宿舍，找到了一直追求自己的男孩，成功完成了女孩到女人的蜕变。这也让他彻底融入了这个野生姐妹团中，其中安娜和他的关系最为要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米娅腿上斑点的面积越来越大，一向喜欢穿短裤的她不得不翻箱倒柜找出长裤来穿，就连吃饭也变得狼吞虎咽起来。面对米娅的变化，她的父母也不敢多言。很快，学校郊游的日子到了，米娅并没有告知父母，随着一行人坐上了校车，并拒接妈妈打来的所有电话。就在郊游途中，她的身体发生了可怕的异变，她的腿上满是黑色斑点，肚脐眼也不见了踪影。她只能一个人躲在洗手间，绝望地哭泣。恍惚间，她似乎又看到了大海，感受到身体对大海的渴望。终于熬到了回家，迎来的却是父母对自己的责怪，还提出挂个心理课来看看。米娅用沉默表示反抗，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自己光着身子，发黑的下肢褪下了很多皮，这把她吓坏了，慌慌张张地把这些皮肤藏在了床垫下面，却再也藏不住自己的怪病。生物课上，老师摆弄着一条鱼，米娅极力控制着自己。课后见四下无人，她犹豫再三，还是抓起了那条鱼，急切地咀嚼起来，却被一个女生看见。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，米娅一把掐住那个女生，警告她别说出去。晚上，米娅带着安娜悄悄来到父母房间，两人一通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资料。资料显示，米娅确实是被领养的，可妈妈不但不松口，还赶走了安娜。接连的打击让米娅几近崩溃，母女二人大吵一架。次日，父母有一场重要的婚礼要去参加，米娅拒绝一同前往，独自在家的她再次对鱼缸里的金鱼下手。晚上，米娅参加了姐妹们的狂欢派对，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夜空，原来是安娜溺水了。就在大家站在岸上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扑通一声，随着一阵水花溅起，米娅跳入了湖水中。她像鱼儿一样轻快灵活，在水中自由地呼吸，很快就确定了安娜的位置。她把安娜交给围观的人群，自己匆匆离开现场，因为她感到了自己的身体又起了变化。果然，自己的腰间长出了鱼鳃，双腿持续的蜕皮，并变得更加黝黑。她一边用镊子拔下腿上的鳞片，一边默默流眼泪。就在这时，安娜突然走了进来，目睹了这瘆人的一幕。安娜吓坏了，她劝米娅去医院看看。米娅则感到自己的秘密被人无情地扒开，情绪失控，对安娜大喊让她离开，留下自己独自哭泣。既然得不到答案，又无法改变，绝望中她开始肆意挥霍生命，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可迷迷糊糊的她被一群小混混围堵，她奋力周旋于一群男生之间。关键时候，安娜及时出手制止了这一切。撕扯中，米娅的双腿暴露在了空气中，大家一脸的惊恐，仿佛看到了怪物。米娅在崩溃中哭着跑回家。那天晚上，她的双腿完全粘在了一起，就连行走都困难。在睁开眼时，她已经没有了双腿，它们彻底变成了一条鱼尾。终于，她变成了一条美人鱼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她害怕极了。痛苦过后，她恢复理智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特性。自己这个时候必须尽快找到水源。于是他艰难地爬进浴缸，打开水龙头，整个屋子里全是水。米娅贪婪地在地板上摆动着身体，享受完这前所未有的愉悦过后，她给安娜打了电话。此时的安娜虽然震惊，但是也没有了之前的恐惧。
他艰难地将米娅拖到皮卡车上，目的地正是米娅朝思暮想的大海。车上，米娅给母亲打了最后一通电话，她并没有告诉母亲实情，只是静静地听着妈妈的身影。她终于学会和自己和解，对家人诉爱。海边，两个女孩紧紧相拥，挥手告别。化身美人鱼的米娅终于回到了本就属于她的地方——大海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部《我心蔚蓝》是一部冷门佳作，而全片最大的看点就在于把米娅变成了一条鱼，来隐喻她的孤独、堕落、成长。乍一看是妥妥的小清新，然而口味之重，让我看的是目瞪口呆，甚至有些生理不适。即使是美人鱼，18岁以下的宝宝还是自觉一点，不要去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